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带大家去看看广西桂林工程的几个楼盘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比较老的楼盘，在工程的有点郊区了。虽然郊区啊，但是离县城的中心地段只有最多1.5公里，其实可以说还是县城。但是呢，这个地点在我们这里已经属于郊区了。这是工程当时呢最早的一个楼盘之一，现在变成了这样。就是说从外表来看，应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烂尾了，应该是这样吧。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人，然后呢到处都是杂草。我介绍一下吧，就是工程县呢是在广西桂林的东南部，离桂林市大概是110公里，人口呢不到25万。我记得好多年前已经27万的，第7次人口普查说只有24万多了，那是不是人口流失比较严重呢？不知道啊。那么县城可能我认为啊，我没有这个统计数字，县城的人口估计是5万左右，5万到7万，我觉得不到7万，5万左右吧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楼盘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人家菜地了，然后这里草比人还高，那就表明呢，这个楼盘应该就这样了。非常可惜啊，其实已经差不多建成了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这左边的楼已经建成了，后面那栋比较高的没有建成，右边的也建成了，但是目前还是空置的状态，也就是没有人在里面住，变成了人家探险的地方，还有别人的菜园。拉近一点看看，是不是像烂尾的楼，对吧？我们继续看看周围吧。因为啊，现在我们工程这里楼盘特别多。你看，这个是原来售楼部变成了这样，售楼部呢没有一点原来售楼部的样子了。这是售楼部的另外一个进口或是出口，那里还有当时的沙盘。我们可以看看这沙盘当时啊，我们看到这是恒星投资开发公司的，这沙盘它的规模挺大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我估计呢能够住得下几千人吧。显然呢，与工程县城的规模不成比例。你看，原来像右边这种是可以当门面的店铺的，现在呢变成了杂草。这又是这样，非常可惜啊。这恒星投资开发公司不知道那钱或是银行的贷款到时怎么办。这是这个小区的对面，就这样。工程县城的人口只有几万人，然后呢，现在楼盘特别的多。等一下我们还要去看看别的楼盘，所以如果是理智的人呢，我觉得不应该现在买房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个楼盘，应该是金城江什么城市花园吧？金茶江城市花园应该是这里。它是在工程河，也叫茶江，在茶江畔。现在工程一般都是建高层的建筑啊，高层建筑，我觉得太高了。我自己呢，虽然喜欢住高楼看风景，可是现在我特别害怕有地震。另外一个呢，停电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现象。虽然现在停电比较少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安全。然后你看对面是人家坟地，所以从风水来说，应该不是特别好吧。当然，这是人家围墙的外面，这种小节的地方啊，我觉得，还有待提高，对不对？周围的人呢，把这两边都开辟成菜地。中国人喜欢种菜啊，就是说能节约的地方就节约，
开支吧，对吧？他种些菜自己可以吃，就不用另外去买新鲜的蔬菜了，而且自己种的吃得更放心一些。这个人可能他是在挖地，然后再种什么东西吧，我估计。这一段好像都这样。那个左边那个棚子肯定不是住人的，像我老家肯定没有无家可归的，每个人都有房子，可能是人家用来放什么东西的吧。他又在挖地，用一个小锄子，锄头种了那个荷兰豆。然后我们进去看看，到底这个小区怎么样？金茶江城市花园。这个小区在工程算中档吧，算中档的小区。这里的房价目前是3500块钱左右，好一点的这个小区可能是4000块，如果有江景可能是4000，大概是3500到4000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当地人大概平均来说1个月的工资吧，买1平方米。好，我们去看看这小区的这后面，这个细节怎么样啊？一般人可能不会走进来，我就给大家看看后面啊。这已经不属于小区了，这是旁边农民的，我估计，这是他们的菜地。走进去看看，你看这竹子，不给人家把那竹笋把它弄掉，所以那里挂了一块牌。好，我就是一个人呢走进去，没有人。目前这里有人种了什么辣椒之类的，估计吧。然后呢，这个围墙或者是台阶与下面估计呢有3米左右的高度，所以一般人呢可能也不会跳下去。已经到头了，你看。这里也是附近的村民可能在这里种菜什么之类的。这里就是前面就是可以看得见那个茶江的，这是有江景房的这一带啊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大概入住率有一半左右，一半以上，估计吧，对不对？估计这样啊。这种地啊，它非常，如果下雨的话，非常沾那个脚的，沾那鞋子。我们现在来到县城的另外一个楼盘，叫一品江山，这是工程相对来说属于中高档的楼盘了吧？这里啊，我们看见这2栋楼，去年开盘的时候是6000块1平米，它是一线江景的，特别漂亮的江景。其实如果我在工程常住的话，我也喜欢买这里的楼盘。后面我们看见这楼，它也是江景的，大概是5000块1平米，所以在工程属于中等偏上的，或者是因为不是，或者是已经是最好的楼盘了，因为没有比这里更贵的了。应该它从管理来说还不错吧？目前听说卖得不错。工程可能最好卖的楼盘可能就这个了吧。它后面还有几期，它一共建了10几栋吧，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小区。所以我都不知道就是工程是哪些人来买房。听说啊，就是有关部门呢故意把这弄成什么学区房，所以呢我们中国人比较注重教育，所以比如说在乡镇的、农村的、边远的那些乡村的，就纷纷来县城买房，也是为了小孩读书吧。我发现中国都差不多，就是县城就往比如说桂林啊，往南宁跑，然后呢南宁的也许往北京跑，或是北京、上海，反正就是小地方往大地方，然后呢大地方再往一线。估计中国都是这样的一种内卷的状态。我们现在呢看到是工程的另外一个楼盘，应该这里叫半山居，就是陪伴的伴，或者是江畔的畔，应该是畔山居，不是半山，对不起，我发错了音。畔山居就是在山的旁边，
挨着山的意思，然后高层它可以看得见江景。这个楼盘估计呢就是3000到3500块钱，属于呢工程从房价来说属于中等偏下的楼盘。据说啊，只是据说啊，据说这楼盘卖的不怎么好，因为它在那个中医院的旁边。其实从我的观点来说，离医院近，反正就医比较方便。如果我要买的话，可能反而我想买这医院旁边的这种楼盘，但是我们本地人不太喜欢医院旁边，觉得风水不好。这是旁边的啊，这是这个楼盘旁边的。前面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这里的那个店铺啊，很多也没有租出去。好了，这就是宫城瑶族自治县的那个中医医院。这是新盖的医院，应该是前年还是什么时候投入使用的，所以看起来也还特别的新。左边就是那个盼山居的楼盘了。然后呢，这边呢就是西河口这个村的民居了，这些都是农民的房子。左边你看这是农民的房子，右边就是商品房了，是不是对比很大？如果是我喜欢像左边这种一栋的，自己独栋的房子。然后上面那个是什么双阳谷什么之类的一个楼盘，这个楼盘也是非常的大。从外表来说，这个楼盘应该是卖的不好，目测应该卖的不好。现在我们来到宫城的另一个楼盘叫双阳谷，应该是这个名字。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楼盘，不过从外表来看啊，目前可能它还没有完工，可能也没有出售多少吧，因为在宫城没有听说这个楼盘有多火，所以我觉得它的未来呢比较堪忧啊，因为它的地点不是特别好，它在一个那个坡上面，一个岭上面，然后旁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。主要是宫城县的楼盘太多了，选择太多了，所以如果地段不好又没有特色的话，那可能没什么卖点，出售的情况不是特别好。这是工程概况牌，你看应该是2022年7月就完工的，但是现在已经2023年3月了，也就是说目前完工还没有看见，那么肯定要推迟1年以上完工。这是桂林山水甲天下，它是属于甲天下集团的开发的一个楼盘，估计。这是我们从另外一边看那个盼山居的那个楼盘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往上，还是这个所谓双阳谷的那个楼盘。你看它前面这个广场其实挺大的，我们进去走近点看看。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售楼处。好，现在我们走近一点看看啊，这里的那个门面，也就店铺呢，好像没有租出去，门面出租，对吧？没有租出去，而且有的玻璃都被打碎了、打烂了。我看了，目前呢只有仅一家在这里开，不知道他这个店开得怎么样，业绩怎么样，好像没人。我看到他坐在那个椅子上面，躺椅上面休息的啊。这里有土鸡，30块钱一斤，30块一斤。有一个人来买了，唯一的一个店。这应该是进那个小区的一个入口，这个入口也挺奇怪的。好了，我走到那个售楼处去看看啊，售楼处就这样子，反正鬼比人多啊，没什么人。你看，除了我，还有另外刚才那2个人都没见到人。售楼处就更没有人，没有客人了，在里面只有2个工作人员。你看没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堪忧啊，这前途。
金钱的钱，前面的钱都是这个，前途和前途都堪忧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看啊，宫城县的又一个楼盘，这里叫1号公馆，后面那里叫1号公馆。刚才那个菜地那个人呢是当地的农民了。1号公馆是个比较老的楼盘，前面是中国石化的加油站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又来到另外一个楼盘了，在宫城县县城算比较中心的地带了嘛。目前这个地方听说卖得还算不错。这个小区的名字暂时呢我就不太知道了，我忘记了啊，因为楼盘太多了，名字太多了。不过这无所谓啊，我只不过是想给大家看看，宫城县这些小区目前到底怎么样。从这侧面反映出啊，就是前几年中国这房地产开发呀，可以说是无序的吧。主要是因为呢，就政府可能为了多卖地，然后呢多一些税收吧，估计这样子，所以现在弄得比较尴尬。这里是1号公馆的一个商铺一条街，目前呢也是门可罗雀啊，就是非常非常的少人，人气特别的淡。法国红酒不知道有没有人来买，估计呢没有。就这样咯。我拍摄的时候大概是中午11点钟，没人，对不对？太多商铺呀，太多那个房地产的了。你看，又是种了菜，在店铺前面，没有开业，对不对？继续往前，这应该是一个家电修理的地方，所以堆满了这种废旧的家电，非常不雅观。目前这条街就这样子啊。这是这个1号公馆，刚才我们看这小区，我们继续往另外一个小区走了啊。这都是差不多连着的这些楼盘呢啊。你看，变成了这样，这都是属于1号公馆的啊。这还是属于1号公馆呢。你看看这公共区域，这路已经很破了，很烂了啊。又有人种菜在那个店铺前面，这些都是啊，这摩托车或者助力车呢，都是电动的。在我们中国内地，在中国大陆都是电动的摩托车、电动的助力车。好，现在我们到另外一个叫东方尊府的那个楼盘去，这名字都取得非常的响亮。这左边呢还有人种菜，利用这空地种点东西，今后可能这里呢会平整为那个人行道，或者是建其他楼也不一定，不知道。目前呢还没有整修，所以呢被当地的人用来种菜，能节约一点开支嘛。这个楼盘在工程应该不算特别的好吧，估计，因为它的地势啊、地点都不是特别好。大力神这个电动车，继续往东方尊府方向走一走，我们看，这就是周围的环境啊，一般，对不对？这是宫城县城的北边，冬天的风比较大。而且这里不是特别出彩的地方，所以我估计啊，我只是估计它的楼盘销售情况也不怎么好。你看这售楼中心，我没看见任何一个人，冷冷清清的，对不对？跟刚才我们看那个双阳谷差不多。它这入口啊，弄得还是挺豪华的。但是呢，我也为这个小区的未来担忧啊，这个楼盘。到底那个老板能不能赚到钱，或是损失的话损失多少，银行的贷款能不能还，这都是问题啊。从表面看啊，我觉得现在啊建筑质量都应该不错吧，
只是表面，具体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我们看看小区这后面，它的环境怎么样？原来这些都是荒地呀，或者是农民的地的啊，现在变成这样了。有个水塘，然后呢，还有人种菜。刚才看见后面右边那里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楼盘，叫油茶小镇。这个楼盘叫东方尊府，名字起得很豪华。其实从建筑来说不错，从公寓来说，对不对？但是销售情况我觉得比较堪忧啊。这是政府的宣传的标语吧？这就是周围的环境。刚才说那后面呢，就是油茶小镇的一个楼盘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县城的楼盘就这样，所以非常非常的堪忧啊。这是中国房地产开发一个缩影吧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期见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里是宫城县的县城，你看看，不知道哪个部门管的啊？你看，全是这种垃圾啊，就在路边。后面是油茶小镇这个大的楼盘，这是三不管地带吗？你看看，全是建筑垃圾啊，大家可以看到。全有老的家具、床垫什么之类的，对吧？柜子、沙发，还有那种是淋浴的那个东西。乱倾的这种建筑垃圾啊，这是广西桂林宫城县的县城，太不应该了吧？不知道是县里哪个部门管的这里啊？我路过这里，所以拍一拍。